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素书》里面的安礼章。这一章啊，其实是在讲一些人生的祸福、国家的安危以及为人处事的一些准则。哇，听起来内容很丰富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干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安礼章，它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啊？它有什么样的核心的思想？这个安礼章呢，它其实是以礼为核心，然后来展开的。它其实讲了很多关于天地人之间的一些运行的规律，包括了个人的修身到国家的治理，都有讲到，也包括了一些祸福的道理，安危的道理，包括了一些人际相处的道理，和自我反省的一些道理。它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为人处事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听起来真的是面面俱到啊。那具体是怎么展开的呢？它就是通过积善积恶的祸福的道理，然后得人失事的安危的道理，同义相济的人际的道理，和正己化人的顺逆的道理，这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如何能够在变化当中去找到不变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循道守礼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哲学。那你比如说这个安礼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人生的祸福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非常独到的见解呢？它其实开篇就讲了，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欲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它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怨恨的产生是因为你不能够原谅别人的小错误，然后祸患的产生是因为你没有提前去谋划，福祉的产生是因为你积累了很多的善，灾难的产生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恶。它其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哲学。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深意的。你比如说这个不舍小过就会产生怨恨，这个确实好像是很多现实当中的矛盾都是这样的一个起因。对啊，你比如说郑灵公和公子宋，因为分元庚这样的一个小事儿，然后就引发了国家的动荡，包括夫妻之间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吵架，邻里之间因为很小的事情反目，都是因为这个没有包容心。对，但是你反过来看，蔺相如能够包容廉颇的争劣，最终成就了将相和。包括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两个人虽然在国事上面有很多的争执，但是他们两个人始终没有把这个私怨放在上面，所以这都是一些容小过的一些智慧的体现。那你比如说这个安礼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个人和国家的安危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观点呢？它其实是说了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来，贫在弃时。它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它的安宁在于它能够得人心，然后它的危险在于它荒废了事物，它的富裕在于它能够抓住机遇，它的贫穷在于它错失了时机。它是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逻辑。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得人和失事就直接会导致一个不同的结果。对啊，你比如说刘备，他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然后善待赵云，宽容黄忠，他就是因为得人，所以他能够从一个知席贩履之辈，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包括崇祯皇帝，他就是因为冤杀了袁崇焕，频繁的更换内阁，导致事败，最终眉山自缢。包括企业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企业它能够得人心，那么它的员工一定是非常有凝聚力的。如果它荒废了事物，那么它即使给你再高的薪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让它长久的发展下去。那你比如说这个安礼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智慧呢？它其实是说了上无常操，下多疑心，亲上生罪，侮下无亲，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他就是说上位者如果他没有恒常的操守，那么下位者就会有很多疑虑，然后如果你轻视你的上级，你就会惹来灾祸；如果你侮辱你的下级，你就会失去人心；如果你自己都怀疑自己，你就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如果你自己很自信，你就能够信任别人。
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这个确实在历史上和现实当中都太常见了。对啊，你比如说楚怀王，他就是因为时而联齐抗秦，时而亲秦绝齐，然后他的大臣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终导致了国破家亡。包括关羽，他就是因为轻视孙权，导致了败走麦城。项羽，他就是因为侮辱他的下属，导致了韩信和英布都离他而去，最终垓下被围。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那你比如说这个安礼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亲疏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规律呢？它其实是说了，同志相得，同人相优，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志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济，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他就是说，志向相同的人，他能够相互成就，然后有同样仁德的人，他会相互担忧；有同样恶行的人，他会相互勾结；有同样爱好的人，他会相互寻求；有同样美貌的人，他会相互嫉妒；有同样智慧的人，他会相互谋划；有同样地位的人，他会相互排斥；有同样利益的人，他会相互猜忌。声音频率相同的东西会产生共鸣，气息相感的东西会相互吸引，同类的东西会相互依存。有同样道义的人会相互亲近，有同样灾难的人会相互救助，有同样道路的人会共同前进。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同志相得和同美相妒，这两种人际关系的走向确实差别很大呀。对啊，你比如说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两个人就是同志相得的最好的典范。然后刘备和诸葛亮也是同道相成的最好的典范。庞涓和孙膑就是同美相妒，李斯和赵高就是同贵相害。所以我们如果在职场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知道用智慧去化解。比如说大家要承认差异，要错位竞争，要合作共赢，而不要两败俱伤。那你比如说这个安礼章里面讲到的这个人生的顺逆应该怎么去应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方法呢？它其实是说了，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他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然后你却要求别人去做，那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能够先做到，去感化别人，那么就会很顺利。他又说了，理身、理家、理国，都是这个道理。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正己化人，这个确实是非常智慧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对啊，你比如说王阳明，他在南赣，他就是通过正己化人，然后让匪首主动投降，让百姓主动帮他，很快就把南赣的匪患给平息了。包括曾国藩，他也是通过正己化家，让自己的家族200年来出了200多位人才。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鲜活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你自己先做到了，你才能够去影响别人。那你觉得这个安礼章里面的这些智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意义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它的核心就是2个尊重，尊重规律，尊重人心。你比如说尊重规律，它其实告诉我们了，福祸是因为积累，然后贫富是因为时机，得人者安，失人者危。包括你如何能够把这些规律转化为你自己的行动，能够让你的人际变得有秩序，让你自己能够修身养性。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尊重规律和尊重人心，这个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啊，你比如说舜帝，他就是通过积善然后得天下，刘备他就是通过得人3分天下，包括管仲他就是通过同道相成，王阳明他就是通过正己化人，他们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理其实它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铠甲，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去找到方向，不至于迷失，能够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行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素书安理章里面的一些智慧啊，从这个祸福的来源到安危的关键，再到一些为人处事和自我修养的一些方法，确实是让我们受用匪浅啊。